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铁道 2.0 上半卡池也在昨天公布了最新角色技能和关追信息了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新卡池的抽取建议。不过呢，更多是了解一下新角色的各种信息，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月时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起头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2.0 上半全新5星虚无角色黑天鹅以及老角色5星虚数角色当和影月迎来复刻，卡池还有新的4星角色米莎，还有老牌4星停云。这期卡池可以说肉眼的香啊！对于差1-2只停云就满心魂的玩家，已经就非常值得入手了。黑天鹅是一位虚无命途的风属性 DOT 角色，常规的普攻单体伤害的，有概率给敌方挂上一层奥技。如果敌方有持续伤害，还有概率额外叠一层奥技啊。战技呢是单体的扩散伤害，同样拥有奥技抵押能力，同时还能给敌方减防啊。众所周知，星铁在减防方面减得越多，收益越大了。配合 DOT 套装减防，总体提升会更大。所以各位可能比较好奇这个奥技是干嘛用的啊？就是说到天赋了，敌方每受到1层持续伤害，都有概率叠奥技。奥技的主要作用是根据敌方行动后造成的风属性持续伤害，那层数越高，那倍率就越高了。达到5层以后会给敌方相邻传染这个奥技，达到7层可以无视敌方一定的防御力啊。所以奥技是黑天鹅的独特机制了。看前章给的信息应该是无法被卡夫卡引爆的，但是可以给黑天鹅更多去叠加奥技了，以及防御力、无视的收益。那么卡夫卡可以吃到。网上流传说卡夫卡黑天鹅非常不搭，我个人不是这么觉得的。毕竟就算不搭啊，卡夫卡作为一个5星 DOT 角色，目前也就卡夫卡黑天鹅这2名 DOT 了，你不搭配他们俩搭配谁？如果奥技可以被卡夫卡引爆，那么就不会专门搞个奥技独特机制了。而且奥技层数那么多的话，被引爆是否过于强大还是个问题呢？是吧？具体怎么样还得过几天的正式服测评吧。来看看大招啊，大招则是给敌方造成全体的伤害，和卡夫卡类似，并且给全体敌方进入一个接入的状态，提高这个敌人受到伤害嘛，然后奥技层数不会重置了。同时奥技会被视为持续伤害的，说白了大招是更多提高总体的伤害以及对群能力。这里提醒一下各位，黑天鹅的行技材料用的是 2.0 版本新出的，这个别着急刷呀。不过突破材料还是一样的，可以先准备着。虽然有不少玩家应该知道了，但是没有看官方信息的可能不太清楚，所以这里说一下啊。行技1，战技命中敌人单体后，对陷入风化裂伤、灼烧、触电分别有概率叠一层奥技。如果我没有理解错，那比如命中那个敌人有4种 DOT 伤害，那么就有可能至多叠4层奥技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似乎还是理解官方演示进入贵乃分的队伍了，残点交给罗刹，队友普攻战绩交替就可以了。当然也得看情况啊。行技2，敌方进入战斗可以叠奥技，对于虚构叙事好像还不错吧。我方角色攻击敌方造成持续伤害也可以叠奥技，但是有上限的。也就是说，这2个行技告诉你要多打出持续伤害，具体配对能不能带3个 DOT 的看实战表现吧。又感觉可以，又感觉不行啊。当然最佳辅助应该是软梅，可以提供双 C 的配对比较契合了。行技3，根据效果命中提高黑天鹅的伤害，这一点可以证明黑天鹅自身需要堆效果命中的啊。那卡夫卡因为自身有130的基础概率，所以可以完全不需要堆命中。那么具体黑天鹅要堆多少命中，这里打个问号吧。黑天鹅的技能关键词是奥技、减防御、效果命中，还有根据持续伤害次数越多，那么奥技叠得越快。我个人推荐啊，如果你已经有卡夫卡的玩家，那么黑天鹅推荐还是要拿下的。毕竟卡夫卡目前看下来还是比较乏力的，缺少一个5星的 DOT 手啊，那么就是黑天鹅了。对于不太想在圣物坐牢的玩家来说啊，非常值得去抽取，性价比下限高，不需要堆任何的双爆，不需要赌伤害暴击。DOT 角色相比只相对来说就是以上的一些优点了。网上很多玩家说不推荐玩 DOT， 但是很少人说 DOT 的面板要求很低等方面啊，特别是抽了软梅的玩家，我是更加推荐去抽取这名角色的。还有就是 DOT 角色相比只相对来说不需要去赌暴击等问题，比较稳定一些吧。缺点方面就是伤害上限比较低一点啊，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嘛，毕竟有优点那么肯定有缺点的。至于龙当作为5星毁灭大 C， 龙的表现想必各位也是比较清楚了，可当可群的一名持续爆发角色。
在 2.0 下半以及将迎来花火这名长点真伤拉条的万金油辅助，就算没有花火的加入，龙当配对已经是成型了。就比如说停云配拉的龙当伤害已经非常高了，考虑到真理医生的问题啊，要么就0+1的龙当，要么就是必抽花火。因为同样0+0的一个情况，有了真理，专门抽龙当就只是完全没必要了。虽然22魂的龙当表现非常的强，但是如果从性价比上把这2个金去抽辅助，角色会更赚。当然了，一些玩家他不缺钱，不缺星球，那么2命确实非常值得入手。具体的攻略以及抽取我在往期已经说过了，所以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。上半卡池还有一名新的4星米莎，冰属性毁灭命图角色啊！一开始看名字和长相，以为是一位可爱女孩子啊，没想到，看前章用了她这个字，我内心在想，居然是男孩子吗？哇哦，那不是更好吗 ？Nice。这名角色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啊！设计这个角色的人应该是个天才啊！拖把、行李箱都是撞人的。而且队伍辅助下撞得越猛啊！他的战绩是用拖把去攻击单体扩散的敌人，同时还可以给大招累计一段攻击次数。天赋呢是我方角色释放一个战绩点，可以给米莎增加大招段数以及回复能量的。而大招呢是先用一段攻击敌方单体，随后随机攻击敌方单体目标，而且有概率让敌方冻结。好家伙，兼顾输出还兼顾控制能力。这一点可以提高队伍的生存了，非常不错啊！而且可当可勤的一名角色，在秘技方面呢，造成类似扎瓦路多的一个效果啊，你们知道吧？实停啊！而且3个行技方面可以提高冻结、增伤、效果命中。我已经开始期待这名角色强度了。单看机制来说，暂时没有什么毒点，你们有想法也可以说出来，一起讨论啊！关追方面，官方也公布了黑天鹅的5星关追重塑时光之翼。常规的白值呢，特效是给40%的无门槛效果命中，装备者对4种持续伤害呢，分别可以获取1层先知，叠满可以20%攻击力，以及28.8的无视减防。配合 DOT 套装呢，减防简直无敌了。但是也别高兴太早啊，因为需要挂4种持续伤害的，就是不知道黑天鹅的大招奥技以及卡夫卡的专武算不算额外1种呢？如果不算，那么基本很难叠满这4种效果了。只能说，要是可以轻松叠满，那绝对非常强。不能叠满，我这不好说了。这个具体得等实测表现吧。实在不行，老杨的专武、晚安的睡颜也可以用啊。让我觉得比较不错就是米莎的装光了，叠5应该是56%击破特攻，以及开大后可以获取30%的暴击率，持续2个回合啊。好家伙，给的非常慷慨啊。这个你不要以为只有大招加，而是大招开了之后，战技、普攻、大招都可以加到，这就有点厉害了。但前提得金武，按照这个情况叠3起步才会比较强啊。这样关追除了米莎之外，还想到血衣啊。击破特攻就是血衣需要的属性，而且还可以提高暴击率。不打算抽取米莎这名角色，也可以抽给血衣来用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张关追啊。卡池方面还有另外2张关追，决心如汉族版闪耀。这张关追是给银狼或者佩拉用的比较多一点，可以给敌方减防，算一个负面效果，在叠5的时候非常好用。当然，如果是叠1、叠2的，那就触发概率非常感人了。而55这张关追呢，是一张全队拉条的关追，特别是给停云打0T 阵容当中非常好用。就算不打0T，在常规的战斗当中也是好用的一张关追，毕竟它通用性很高。卡池还有最强的4星辅助停云。这名角色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？4星，开玩笑，明明是6星好吧？对于停云满星魂还差1到2只的玩家，趁着这次可以入手了。贵奶分4星火系 DOT 手，总体强度还不错，在一些火环境搭配卡夫卡非常出彩，有卡夫卡的玩家可以考虑去培养。最后总结一下吧，这期卡池不管是角色还是关追，那可简直太香了！龙当复刻，最强4星复刻，关追数值又高，简直是吞党的一个以及氪金玩家的福利啊！龙当前面也说过了，因为有真理存在嘛，所以只推荐0+1的龙当或者必抽花火来弥补0+0的隐跃强度。虽说关追很香嘛，但是还是那句话啊，不推荐平民玩家去抽取啊，毕竟对于抽取角色来说都很难了，那么关追就真没必要去碰了。好了，该说就这些，我好期待皮诺坎尼后续的版本啊，希望各位能够在卡池里面抽卡顺利吧，10连出金。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各位拜拜。